从不为人知的小士多到赫赫有名的米其林指南店，手作人有着怎样的能耐？在猪大肠里填进糯米馅料，如何成为潮汕街头一绝？一碗经火焰猛呛的粉，南宁人为何如此狂爱？老广的味道之街头米其林。千百年来，街头为许多平民美食提供了发光发热的舞台，而一家家热闹小店也让街头有了温暖的烟火气。街边小吃看似简单，其实从火候、食材到调味，处处皆是饮食之道。了解每一种小吃背后的艰辛，才能看懂制作者与小处用大招的苦心孤诣。在南宁的街头小巷里，不分季节，不分早晚，嗦粉声总是能在大小粉店间连绵不断。我们广西人可以每天都不吃饭，但是一定要吃粉。早餐吃粉，中餐吃粉，晚餐还是吃粉。米粉利用自身快速、易煮、方便的优点，成功击败米饭，成为广西人餐桌上的主角儿。声名在外的桂林米粉和螺蛳粉早已开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，唯独南宁猛火爆炒的老友粉，一直被认为离开了南宁就失去了镬气和酸香的灵魂。嚟又係嘛？4碗係嘛？4碗一樣會有雜。我哋南寧人早晨從一碗老友粉開始。花姐，南宁市中山路食街里最有名的玩火人。从16岁开始，她的双手在这30年里从未离开过炒锅。最疯狂的时候，花姐一天时间能完成1200多碗老友粉的猛火炝炒。師傅教我第一朝就玩火，我興煮嘅時候，求其啲火請嚟啊，人哋嚟食嘅冰淋啊、糊啊咁啊。南宁老友粉出现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，坊间传闻，一位南宁人用自家酸笋、辣椒、豆豉、蒜米爆炒后，加入肉和粉煮成汤粉，给生了病的好朋友吃。好朋友吃后冒了一身汗，病也随之痊愈，老友粉因此得名。酸笋、豆豉、蒜米、辣椒是老友粉的主要佐料，通过高温干锅热炝，最能把佐料的本味抢出来。随后下油、醋和肉类一同猛火爆炒。炒的时候也不要一直炒，油热那香味出来。明白明白。也要炒了一下，要顶一下。手到擒来已经不足以形容花姐对爆炒动作的娴熟。油雾与火苗接触，锅里迅速起火，此时需继续炝炒，让锅里的食材原味均充分的释放，然后再下汤下粉。放进老友粉，做每一碗这样做给好朋友吃，这样口感鲜辣，汤料香浓，夏天吃开胃，冬天吃驱寒，这是老友粉的特色。身为富记老友粉的第一掌勺，花姐把师傅的技艺与精髓完美承接。老友粉嘅先要先等嚟爆，有啲酸味出嚟啊，加啲酸做落去，咁樣味道又好喎。先等又自己揾好嘅。富记的每一个师傅被委任前都要经过花姐的考核，无论是烹煮手法还是食材认知，都必须过关。这是创始人黄新德所定下的规矩。徒弟明天接受考试，花姐说，
读万卷书，不如行万里路。要认识老友粉的灵魂佐料，还得走下去。今天我们就来那坡那里看那个酸笋。酸笋被广西人用到了极致。每年的5至7月是那坡县百南乡最忙碌的时候，因为酸笋的腌制只靠这3个月。那坡南乡的酸笋名声在外，靠的是大自然得天独厚的馈赠，本土的地貌特色和百南的山泉水。闻起来蛮香的，一扒开，碎碎的、滑滑的，就是这个味了。有的人掌勺是为了生计，有的人掌勺是因为热爱。花姐是属于第2种，师傅早已退休，但花姐仍诚邀师傅为学徒支招。配料、下锅、翻炒，徒弟把对火候的控制技巧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在3分钟烤盒中，通过娴熟的手法，一气呵成地完成了2个锅炉同时爆炒老友粉的考验。掌握隻火候啊，啲火整得太多啦，燃燒油啊，燒油啦，啲油香就少啊。來，2位師傅試一下我的粥片啊。你減到點樣？都可以。係可以啊，但係嚟講呢就係咩？酸醋嘅隻量冇夠。香味都可以啦。香味係可以啦，多啲磨練啊嘛。係啊，多啲磨練。咁就可以做出福建老友嘅特色啊。從對老友粉的烹煮一竅不通，到同時掌握2個鍋的爆炒技巧，小徒弟國斌花了1年的時間。入行至今，花姐親手帶出來的徒弟已經超過500人，他們分別隱藏在廣西不同的角落裡，每天為廣西人烹煮最愛的街頭味道。街頭美食是城市煙火氣的源頭，是真正流動的盛宴。不論你來自何方，不論你口味多挑，潮汕人總有辦法讓你發現自己愛吃的一面。清晨，在锅碗瓢盆轻輕撞擊的乒乓聲中，洪陽鎮的美食街被喚醒了。以一口豬腸醬糯米為營生的店家和掌勺，也開啟了一天的勞作模式。前人說，田家少閒月，5月人倍忙。而洪陽美食街小食檔的方小麗，則是月月日日均處於倍忙的狀態。我每天來這裡第一件事就挑選上好的大腸，還有小肚、豬腦。動手就比較，這些挑得比較乾淨嗎？方小麗每天所選的食物材料，被老廣稱之為豬下水，也叫豬下貨、豬雜、豬雜碎。豬內臟在不同的飲食文化中，口碑褒貶不一。在潮汕人的味覺記憶裡，豬下水就是讓人觀其狀、聞其香、滿口生津的特色街頭美食。方小麗就是靠着為豬下水代言的絕活，在洪陽這個潮汕美食發源地站穩了腳跟。明天你要留這些好的給我哈。我們家的招牌呢，就是豬腸燉糯米，還有豬腦小肚湯。呢啲啊已經都有多燈數學白啦。哦。個多空間都有營留個陪下咪豬。呢個陪兩個唄。夫妻檔的小食店向來都沒有明確的分工，但一切都能有序進行。方小麗從菜市場採購回來，丈夫方德賢默契地接過豬大腸，開始了重頭戲——清洗。給它做，然後用力搓洗，醋就是去掉它那個豬腸外面那個粘液。好豬大腸這一口的人都知道，加醋搓洗
能迅速分解大肠外衣的黏膜，但论如何去掉肠内异味，就可是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了。在方德贤的菜谱里，则是靠人手一丝一丝地剥去肠内油脂，才达到去除异味的效果。把30斤的大肠清洗干净，需要3个小时。就是那个大肠第一要干净嘛，要白，然后让大肠衣要薄一点，不要很厚，太厚了，等一下那种很容易裂掉。有人馋小食档的出品，但始终过不了卫生这一关，而忍住了口。为了打消食客们的顾虑，每丈夫洗干净大肠，方小丽还要习惯性的一一检查，并将猪肠一端的口用纱线绑紧，作为肠衣备用。我们大肠呢要挑选的是，大肠头下面这一段直肠，一段呢大概15到20公分左右，一副大肠呢大概可以做20来条吧。外衣修补好后，就要开始准备内馅儿。糯米需要提前1天浸泡，五花肉和香菇切粒，将香菇、花肉粒、虾米、花生倒入浸泡好的糯米当中。这个时候，双手就是最好的机器。第3步是胀，胀在潮汕方言中有往某物中装满另一物的意思，它比装、塞、放更吻合猪肠糯米两者的完美搭配。大肠不能胀得太满嘛，糯米不能胀得太满，大概就是7、8成左右吧。然后加这个水的话，然后煮熟了，这个糯米呢就会膨胀，太满了它就会破。下水之前呢，要把里面的配料这些搞均匀了，这肠子下了之后煮熟起来才不会煮烂了是。与星级厨房里的各尽其职不同，小食店的运作几乎可以用一脚踢来形容。猪肠胀糯米下锅后，方小丽开始烹煮酱料。传统的猪肠胀糯米需要蘸甜酱，而甜酱的制作可谓是各家各法。方小丽的家传秘诀就是红糖加白砂糖，慢火细熬。除了招牌猪肠胀糯米，方小丽灵巧的双手还做出了猪小肚包猪脑、蚝烙等潮汕特色小吃。上午11点，方德贤和方小丽准时打开夫妻小食店的门。小肚跟这胡椒呢，吃了对胃很好的，肠胃的人经常吃，对胃就是特别好。Đó, các bạn, xin năng. Rồi đi cha. Thì nó đều từ từng tiêu từng đi. Có từ trong kiểm tra. Từ trong kiểm tra. Mày cả kiểm. 好，走。猪肠胀糯米、猪肚包猪脑汤、蚝烙，看似简单的2菜1汤，既不省事又不省力。方小丽和丈夫需要各司其职，合作无间，才能让小店客似云来。一定要蘸这个甜酱吃才好吃。有人爱一口咬下去猪肠胀糯米的满足感，有人爱猪小肚包猪脑里胡椒的辛辣感，还有人爱蚝烙的鲜美酥香、脆而不软。号称最懂吃的潮汕人，在绘制其美食版图时，向来重味道、轻环境。但即使是这样，潮汕仍有着“小食天堂”、“瘦子进去，胖子出来”的美誉。功劳里面自然少不了众多像方小丽这样的美食缔造者。我不求大富大贵啦，就想说能在维持生计的情况下，把这个传统美食传承下去吧。街头觅食，要么新奇，要么怀旧。簇新的美食层出不穷，辣到跺脚，酸到呲牙，甜到心花怒放。但最让人产生共鸣的，可能是
过去的味道。80、90後街頭美食應該係啲路邊攤啦，然之後同啲同學仔一齊食，可以一齊分享啦。當我哋大個咗之後咧，會發現以前中意食嘅嘢，依家好難揾得翻㗎啦。無論是哪一代人，在課室裡耗盡了腦容量後，最想飛奔的地方肯定是校門口的美食攤。隨着年代的發展，校門口的 C 位小吃也在不斷的變化。對於我哋80後嚟講咧，我認為校門口最經典嘅美食係缽仔糕。我同我太太咧，亦因為缽仔糕呢個嘢嘅人生軌跡發生咗變化。缽仔糕指的是在缽仔上蒸的米糕，這種口感軟糯的小糕點，自改革開放後，就佔據了好幾代老廣的童年記憶，更是入侵了廣東無數街頭巷尾，成為被追捧的街頭美食。缽仔糕誕生於食物匱乏年代的廣東台山，是當地農婦為了給勞作的男士填肚子而創。那時候，吃得飽是缽仔糕最重要的功能。這種用於填肚子的米糕，在台山也被稱為碗頭糍。把浸泡的粘米磨成米漿，按一定比例加入白砂糖或黃糖熬製的糖水。攪拌均勻後，將米漿斟入蒸籠裡的小瓦缽，然後隔水蒸熟。這種傳統的白糕和黃糕，幾十年來曾經風靡粵港澳熱鬧的街頭。喺90年代嘅時候咧，缽仔糕好常見嘅，通街都買得到。但係2000年之後咧，唔係隨便買得到，想食都買唔到。因為見少買少。5年前，林毅和妻子在想吃缽仔糕卻買不到的那一瞬間，萌生了自己做的想法。一對80後夫婦對缽仔糕製作一竅不通，他們是如何成功復原這種街頭情懷美食的呢？今日星期6喎，係喎。椰汁紅豆要做多啲啊。OK 啦，咁今日做到晏咧。開波啦！好。每天早上6點，林毅和妻子必須雷打不動地開啟一天的勞作。中午12點前，我哋要完成18個口味1000個缽仔糕嘅製作。5小時準備18種口味的粉漿，對如今的余慧儀可謂是得心應手。但5年前沒經驗、沒配方、沒師傅。一切都沒有余慧儀想象中那麼的順理成章。傳統缽仔糕嘅主要材料咧，有嗰個粘米粉、薯粉、馬蹄粉、澄麵同埋藕粉。單單係粉嘅搭配，我哋就試咗過千次。粉漿的搭配、輔料的甄選、時間的控制，余慧儀每天都在加加減減中摸索。在3個月的時間裡，他手起手落了數千次。試下個味，睇下個甜度啱唔啱？等要換隻粉。單單係牛奶啊、椰漿啦呢啲輔料，我哋都試咗好多種，蒸出嚟嘅糕試食嘅都抌咗成2000隻都有了。缽仔糕的製作本不是難事。難的是余慧儀想找回小時候奶奶手做缽仔糕的味道。終於在2017年春節後，余慧儀感覺自己可以出山了。就係呢個口感，彈牙，唔錯，就係阿嫲嘅味道。對。除了打情懷牌，還能否給傳統美食加入新鮮餡料呢？余慧儀又開始挑戰起自己。好似芝士啊、椰汁啊、奶茶同埋榴蓮呢啲年輕人中意嘅食材，點樣融入去傳統嘅粉漿入邊？芝士佢因為佢高溫先比較容易溶解啊嘛，即係用溫度計測量埋個溫度範圍，佢係最容易融合嘅。
奶茶嘅話就要首先煮啲奶茶水出嚟啦，我溶咗啲糖之後再溝落去啲粉漿嗰度，然後再加奶。于慧仪不断地在消耗時間和浪費食材的基礎上，換來了18種傳統口感、新式口味的缽仔糕。而家最受歡迎嘅係芝士、椰汁、奶茶缽仔糕，日日都可以賣出300-400隻啦。用數次失敗才換來的新口味，于慧儀夫婦倆說什麼也要保住新式缽仔糕的新鮮。因為只有把這口新鮮咬在嘴裡，才能吸引更多的新一代食客，缽仔糕的生命才得以長長久久。為咗等大家食到現場精製嘅缽仔糕，我哋解決咗缽仔糕漿嘅儲存同埋運輸問題。每日我哋將缽仔糕漿送到去鋪頭，可以令客人食到傳統又新鮮嘅缽仔糕。從研發到線上售賣，再到粉絲眾籌開店，林毅、于慧儀夫婦放棄了原有的工作，通過勤勞的雙手，把稱為廣東街頭任性果凍的傳統缽仔糕恢復了往日光環。所以我做呢件事嘅目標咧，當大家抽起條筋想食缽仔糕嘅時候咧，佢可以買到缽仔糕食，係買到好食嘅缽仔糕食。我希望咧，我哋兩公婆可以齊心咁樣行好情懷美食呢條路。在老廣的食譜裡，大米擔起飽肚子的主食角色的同時，也構成了千變萬化的街頭美食。它有無數分身，不僅在正餐上出現，也能以各種米製品的形式大放異彩。早晨，早晨。早晨。我2碗池水。好。揀啲瀝乾。好。阿姨啊，我要2碗池水啊嘛。好。糍水，珠海斗門的傳統街頭美食。土生土長的斗門人都有一個通病，就是為這種長相酷似瀨粉，但風味做法均異於瀨粉的糍水證明。因為這種被斗門前務人叫了近100年的糍水，一直名列他們街頭美食清單中的前3位。嚟啦，池水到啊！池水最後1碗賣晒啦嚇！多謝多謝。唔使幫手咋？不過我啱頭先接到電話，有人嚟入皮婆入池水，係話你媽材料係冇嘅，等我稍時我你埋啊。等我埋啊，一齊埋啊，好嘅。80後的黃仲仁從2004年開始接手祖輩傳下來的特色美食，珠海市非物質文化遺產金巢琵琶鴨後，母親黃以長就也身體力行地支持兒子。客人在這家老店裡，除了能品嘗到100年琵琶鴨的精髓外，還能一試最正宗的前務傳統街頭美食。葉仔田外餅係我自己親手做嘅。好啦，慢慢食啦嚇。在物質匱乏的年代，普通市民想品嘗一碗足料糍水，往往只能寄望於春節的飯桌上。隨着生活的不斷改善，糍水這種過年才能嘗到的美味，開始走上了街頭。哇！啲鋁罐啊，滾啲靚嘅。點樣滾啊？鮮命、猴肉、白醬嗰啲咪好靚噶啦。你聞落幾好香啊，係嘛？好香。真係好香。嗱，俾你哋搞碎。擂乾，前務糍水中的靈魂所在。當地人有一種說法，吃一碗沒下擂乾的糍水，等於品了一頓無主菜的乾癟盛宴。疍家人從蛤蜊中開殼取肉，用鹽水清洗肉的污垢和泥沙，鋪在網上生曬。乾身後的擂肉鮮味濃縮至極致，再與清淡的食材搭配，於是有了擂乾和糍水的完美偶遇。
嚟洗米啊！浸啲米之後咧，我就去煮飯。煮好啲飯咧就2罐，隔夜一定要隔夜先涼啊！浸泡的大米和隔夜熟米饭均已准备就绪，黄以常要开始最吃力的粉末冲打，把浸泡好的大米倒进石冲，一踩一撩。 看似简单的动作，需要手和脚的高度协调才能完成。把米粒变成米粉，需要500到600次的踩踏。以前就個戶都要種，而家用機器打啦，係咪？都係要買，我就唔肯定佢靚唔靚，種出嚟嘅後果肯定靚嘅。將冲好的米粉倒进筛网过滤，隔粗流细。 粗的米粉混上隔夜飯，再倒入石沖。一定要落冷飯，唔落冷飯就唔仁義啊！之後之後又中啦，中啦又最細咁咪得咯。米粉冲好之後，開始了決定此水口感好壞的重要工序——搓粉。嗱，水一定要緊，裝落嘅近凍要到8到90度。 啊，咁就慢慢嚟搓粉啦。嗱，搓粉係咁慢慢搓啫，唔滲得吉嘅。一時間倒水啫，佢就為熟噶啦，為起粒噶啦。一直搓到佢長條為止，又注意搓到佢起啦，搓到起水粉咁就得噶啦。從粉狀到團狀，再到糊狀，只能採用開水遞加法。 每次搓粉都是一次制作人雙手經受滾燙測試的挑戰。米糊到了能以線性狀態往下流的標準，就可以開始最後一個步驟——賴。搞好啲粉就用嘢學，準備嚟耐啦嚇，佢嘢學，不過學緊我緊咗40年噶啦，真係好老噶啦，佢學得好老噶啦。賴就是淚的意思，米漿經椰殼孔形成線狀。 順勢淚進開水中，沸騰的鍋水讓米漿迅速凝固。都係轉完之後咧，浮嚟少少筋咧就比較滑湯啊，撈浮嘅啦。撈浮之後咪咁摸下冷河嘅啦，嗰個冷河就上冷啦。此水賴成後，黃以常會把蒜頭爆香，加入水煮開。 再下糖、鹽、胡椒和雞粉，用作此水的湯底。把擂乾爆香，在猛火熱油的催化下，加上臘腸、蝦米、魷魚絲、鵝腎、鵝腸等配料，淋上湯汁，一碗傳統的前霧此水才算大功告成。辛苦得嚟，佢又好開心。最開心都係人哋食過之後話佢整啲嘢好食咯，最滿足、最自豪嘅咯。興趣不僅是最好的老師，還是最大的動力。客人的一句“對味兒”，給了黃以常莫大的安慰。走過了一個甲子的人生里程，黃以常深知新生一代從不缺美食。 缺的是融入了傳統手藝和情懷的出品，而他要做的就是讓前霧此水這種街頭美食融入新生代的日常。幾隻貓咁呆落去啦，呆得嚟都好開心噶。我想幫到有3、7年咁，我都知足噶啦，最努力啦。 旅遊與美食總是密不可分。一座城市的街頭美食是幫助遊客打開城市文化的一扇窗。在澳門多元龐大的美食體系中，最具特色的味道大多藏匿於澳門的大街小巷。這些一口就能喚醒人類味蕾記憶的店鋪多到難以統計。 但能被米其林指南收錄的屈指可數。
很幸福啊！佢想找下主力啊！真材實料，好濃嘅榴蓮味、歌味啊！我1年嚟幾次嚟親官也街都會特登過嚟買個雪糕食下。不管是澳門本地人还是游客，走进官也街，总是经受不住猫山王榴莲雪糕的诱惑。这家曾经的小士多，自2016年以来，连续5年被录入米其林指南的街头美食推介。就85年。一開始呢，佢又係賣大菜糕啊、小食啦，啲嘅漢堡包仔啊、香腸魚蛋啊，士多嘅形式經營㗎以前。梁奎之和莫炳全夫妇是这家甜品店的第3代传人，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士多到米其林指南的街头美食推介，如何创业守业，这后面总有拨人心弦的勵志故事。整翻個大菜糕先。喂，芝姐。你好啊，老細。喂，整個大菜糕呀先。大嘅大菜糕你食啦。哇，好，加汽水。加汽水係嘛？以前原始嗰人咁係咁食嘅啦。試下佢個味道先。得唔得啊？得，幾十年都冇變，就係中意食你呢種傳統嘅味道。多謝。係。第3代传人梁奎之接手的这家小店，诞生于上世纪40年代。当年只卖闲杂的小士多，凭借着大菜糕之独秀，成为了好几代澳门人的童年记忆。點解有3色大菜糕嘅？好奇嘅。大菜糕又称为石花冻，是采摘海边礁石上的石花菜熬煮过后冷却而成的一种胶状甜品，类似于果冻。呢個過程咧就最緊要煮嗰陣時間好緊要，時間唔夠嘅呢，有啲大蒜蓉嘅呢就唔好，時間過咗嘅呢佢黃色有陣味咁，一定要過濾。過濾咗之後咧解凍佢60度至70度度啊開始執。浸泡、清洗、熬制、過濾、凝固。莫家的第1代手作，成了澳门街当年的爆款。到第2代传人接手后，所创作的甜品更是让这家小士多声名远播。非常脆。就是它会有那个榴莲的那个果肉那个丝的那个感觉，然後就是完全像吃榴蓮嘅感覺。次次過嚟都買嘅，好多肉㗎，你睇下。啖啖都有榴蓮肉㗎，好好食㗎。成功的把猫山王榴莲果肉变身为雪糕，猫山王榴莲肉的芬芳馥郁、肉似凝脂和雪糕的嫩滑丝柔、入口即化一经结合，即吸粉无数。这正是莫家第2代传人引以为豪的杰作。所谓创业难，守业更难。前人所创的2款爆款小吃，给第3代接班人以无形的壓力。基本上呢，成21個鐘到啊！好生意嗰陣，計呢度1日翻3個零鐘。每天早上帮忙丈夫做好开业前的准备，梁奎之就独自走进后厨，开始手工生产雪糕。接手小店的28年来，芝姐不敢有丝毫怠慢，坚持延续前人的纯手工制作，即使手工制作耗時費力，產量偏低。啲貓山王榴蓮雪糕啲雪糕真係拖得我好長時間，一日做嘅時間要10幾個鐘啊！貓山王榴蓮雪糕的材料主要是奶粉、葡萄糖和馬來西亞貓山王榴蓮。有5粒星嘅呢先就係真正嘅貓山王。嗱，我而家開俾你哋睇呢個榴蓮，即係話嘅我稱啊隻榴蓮呢就係4斤幾，你開咗之後呢455克，一個榴蓮呢就我做5、6杯到。即係以前嗱老爺教冇機啊嘛，
冇機呢個跟住要剁佢搞落去，冇咁辛苦啊嘛。煲水呢至好煲到80度到呢個咪啱嘅，做雪糕唔使落霜啊！啲榴蓮肉啊，啲水果啊，溫度高嘅咧，啲水果呢係變味㗎啦，冇咁好食㗎啦。當水煮至80度，師姐開始將葡萄糖、奶粉和榴蓮果肉陸續倒進水中攪拌均勻。接下來開始進入決定榴蓮雪糕口感的關鍵一步。嗱，你家姐咁樣攪勻佢，攪2、3個煮、3、4個煮咪 OK 咯。豆大雪糕好辛苦嘅，一次係3、4個煮啦，但係一次咧要耐啲，因為啲榴蓮肉要會混打啊嘛。打一次打到佢混晒，第2次咧冇咁辛苦嘅啦。第3次呢咁誒攪佢陣間攪佢2攪，嗰佢開始凝固嘅啦嘛。要把漿粒的榴蓮肉攪拌均勻，直至半成品呈現糊狀後，即轉入冰櫃裡，反覆急凍3次，最後手工入杯。我打一櫃嘅啊，10幾個鐘啊，一個人打1400幾個啊嘛。速凍櫃咧3、4個住就食得嘅啦。哦，呢個包生王，係整呢個啦。係啊。點賣？解凍先食68。68。哇！呢為招牌嗬。招牌。好。要解凍解幾耐？幾分鐘就得啦。都係純手工嘅呢啲啊。我哋一啲純手工㗎，你睇我做到2個關子。好啊好啊。嗱。1987年，守住了本業的芝姐開創了以餅乾碎為主要原料的木糠布丁，用芒果柚子做的楊枝甘露，墨家第3代明星產品正式面世。真係從時多到依家，真係甜品嘅特色店，真係好多人食，係我老爺太公太婆嘅功勞，我都跟唔上。隨着吃文化的不斷演繹，美食於我們而言已不僅僅是充飢，它可以調動情緒、調節心情，還可以品出情懷、體驗文化。而對芝姐而言，如何將這份被追捧的街頭味道延續到下一個100年，是讓她最為憂心的事。細個嗰陣咧，為着啲細佬妹啦，而家真係為着活兒呢間鋪頭啦，因為我冇仔女啊嘛，我一定要保住個品牌落去，做好自己咯。至緊要開心，你個開心個人咧，朝漏咗去運動翻嚟，完全成日唔攰。食在廣東，不僅意味着這裡有讓人眼花繚亂的珍饈美饌，也涵蓋了那些煙火升騰的街頭小食。親切自在，不拘小節，也許是他們受歡迎的一個重要原因。爐中光火燃起，大廚在灶台前專心忙碌，食客3、3、2、2尋香而來，隨意吃喝談笑，這樣的場景正能體現別樣的市井風情。想融入一個城市，最好的方式莫過於探訪街邊小吃。當你已經與這座城市混為一體之後，那你一定找到了屬於自己的街頭米其林。广东卫视美好生活倡导者。